解放军跨海登陆演习连续展示了无人机的各种能力。台湾的无人机部队为什么这时候突然又露了一小脸？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估计现在很多朋友已经有一个概念了，玩无人机解放军应该算得上是天下头号。倒不是说我们的无人机每种都很先进，因为美国也有很多先进无人机包括你像全球鹰之类的都不错。我们呢有类似的这个飞机，但是呢我们说的是为什么讲我们天下有可能头号呢？因为我们参与无人机研制的单位、科研机构特别多，所以思路也都特别广，可供选择的方案极其丰富。那么适应各种用途、适应各种环境的设计就会层出不穷。解放军在使用过程中呢，那可能选择余地就会很多了。所以呢，现在的解放军来讲，你搞个演习，哪个部队要是不演示一下我有无人机，无人机出场了，我的无人机可以侦察，可以打击某个监控目标，可以斩首，不表演一下这些科目的话，好像这支部队都没有这个面子，赶不上高科技强军的车呀。最近呢，倒是台湾海峡两岸都展示了自己的新无人机。解放军呢这边搞了几次跨海登陆演习，其中有部队弄了几个这个新的应用给大家看一看嘛。比较抢眼的就是金雕 CR500察打一体无人武装直升机。这个无人武装直升机我们以前说过，就是出口阿联酋的那东西，很短小，很紧凑，部队使用起来呢，场地应用会非常小，维护起来很方便，操控也比较简单。现在呢，我们自己也用了，不仅仅出口。你想这么个小东西，带8枚反坦克导弹，那个威力相当于5/10的一半了。一个5/10带8枚反坦克导弹之外呢，还能带这个火箭弹、带空空导弹，还有机炮，那很强大。但是呢，金雕这个东西它比较小，2架金雕在一起，火力跟5/10相当了，但是体积成本就比5/10小很多。这么一来呢，陆军即使不依靠陆航，各个部队在自己的边城之内都可以有强大的空中火力打击能力了。登岛作战的时候呢，比如航空兵或者陆航忙不过来的时候，确实也很需要这些无人机覆盖战场。特别是对敌人那个机动目标就需要一个24小时连续覆盖、露头就打的压制能力。几乎是同时台湾也展示了他们的新无人机，很有特色。台军采购这些无人机的时候要求挺高，比如要求搭载无人机的车必须是奔驰牌的，所以一套系统就要2000万新台币，一共3套嘛。不过呢，对无人机本身要求倒是非常低，长度不到2米，最大起飞重量24公斤，空重7公斤，续航能力40分钟，最大飞行速度100公里，最大飞行高度1000米，实际满载之后最大的飞行距离也就3000米。任务是什么呢？每次飞行要带500张传单撒下来，要劝解放军投降。什么前有火力后无退路之类的事情，反正这些老词儿吧，要把这个传单撒去，让解放军念一遍。且不说这个实战中解放军登岛之后到底谁劝降谁，反正用无人机撒传单这个招数也确实是太没创意了，用新装备玩土招而且3000米距离这么短距离，用迫击炮都可以打宣传弹，一炮弹过去之后空中一撒不就完事儿了？你偏用2000万新台币买奔驰车，用无人机就干这么土的事儿，那么大伙儿都明白，花钱买奔驰才是主要目的。不过既然说无人机用于心理战这个战法的话，我们可以聊一聊解放军会干什么。咱们历次大型演出什么体育活动都见过，什么体育场上空演出场所上空我们都干过嘛，就是大量的无人机空中编队组字儿。我们现在能做到5000架无人机密集编队的空中组成各种图形嘛，逢年过节都有用这种方式去展示一些内容，比宣传单可就好使多了。这次解放军的跨海登陆演习中呢，也出现了同样场景，就是大量的多旋翼无人机密集编队排得很方方正正。你看那个图像中嘛，就是多旋翼无人机排成一个很方正的队形，多少排多少列摆在那儿了。有人说这种密集编队用于侦察，其实这个不对，因为要侦察的话呢，一架无人机就可以覆盖很大的面积，密集编队用于侦察没什么道理。而且呢，用这种编队进行打击呢也没有道理，因为这种多旋翼无人机它打击半径来讲比较小，载荷也比较小。你像这个一些恐怖分子这么干过，但是解放军没有必要这么干，因为我们有更好的东西。说它是蜂群呢也不合适，因为蜂群要求是有一定的作战灵活性的，能够根据战场环境自行调整的，更多的是无人机之间要进行协调作战。而我们看到这种多旋翼无人机的编队一般都是什么呢？都是预先编程，用无人机跟地面进行通讯配合、定位配合，实现精确定位，然后呢经过编程之后在空中组字。
所以呢，很有可能我们这个编队出现在登陆演习场上，就是为了在空中通过声光效果给对方玩一场声光秀，用心理战打对方的士气。其实呢，这根本不算什么高科技的玩法，但是对我们来讲不是高科技的东西，对台湾来讲可能玩都玩不起。台湾的心理战部队到战场上还只能玩撒传单这个把戏，没准真是让解放军看了以后反而觉得挺提气。好，关于海峡两岸的部队在使用无人机方面有多大的差距，我们今天呢就聊到这里。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